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种菜的西小厨。有人曾说啊，没有水的花园是缺少灵魂的，所以我在立志把自己的菜园改造成花园式菜园的时候，自己动手建了一个迷你小水塘。建完了之后呢，我发现其实自己动手建是很简单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从思路、步骤、过程等这些方面呢，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建造这个小水塘的。哦，对了，在分享建造过程之前呢，我还有一个装饰物要放在小水塘旁边。这些呢是我最近在 Temu 上网购的东西，这次大部分都是一些园艺装饰品和园艺工具。那么我现在就来打开看看。澳洲这里的园艺用品呢，特别是园艺装饰品，都是很贵的。现在这个 Temu 啊，真的是给海外人士购物的福利。上面的商品价格都很实惠，而且可以免费邮寄到家。我这次一共买了3包，前后1个多星期，最长的是不到2个星期就收到了，并且啊 ，Temu 还总有很多让人惊喜的优惠券来赠送，打折力度最高达1折。哎，这个应该就是我要的小水塘的装饰灯。这个是小喷壶型的，还有个支架。其实我老早在别的网站上就看到过这款，一直没舍得买。这是一个太阳能小灯，不需要插电，非常适合放在我这种没有电源的花园里。这个支架底下带个叉子，可以直接插到地上。小水壶上面有个太阳能板，再把它挂上。现在呢，白天让它晒晒太阳、充电，等晚上呢，我再拍一下夜晚的灯光。夜晚时的灯光，好漂亮啊，是我想要的。小乌龟，钓鱼的老伯伯。这下感觉我的小水塘充满了童趣。小挂牌，这小摆件是不是挺可爱的？还有这几个小工具也是我特别喜欢的。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这是一个上面有金属网的盖子。我们平时用的玻璃罐头瓶用完了以后，就可以把瓶子刷干净，然后把这个盖子盖在瓶子上面，可以用它来生芽苗菜。这还有个支架，到时候把瓶子往上一放，放在厨房里真的是既实用又美观。我们就可以自己生一些各种各样的既健康又昂贵的芽苗菜了。这个圈也是一样的，也是生芽苗菜的，可以拧在玻璃瓶上，但是这个不需要架子，直接放在桌子上就好了。这样的小配件呢，真的是不占地方，而且不管春夏秋冬都能种，真好。我还买了这2包绑植物用的小圈，这我觉得也非常实用啊，可以用来绑任何的爬藤植物或者是小树苗。把它打开，然后直接交叉一下就绑住了。然后这个钩子呢更实用了，我演示一下。我们种一些番茄啊，或者是这种青椒啊，当它结果结多的时候，就会把枝压弯沉下去，这样很容易把这种枝条压断，就可以用这个小钩子把这个枝条勾住，然后挂在组织上，或者是旁边的架子或杆子上，这样就不会怕果实太沉把枝条坠断了。这个小架子和我的温室好搭。Temu 上的商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，家居、美妆、玩具、运动用品等等各种类别。今天呢，我给我的粉丝们争取了一个福利，就是$100的优惠券。我在说明描述里放了下载 Temu App 的链接和 code 代码，只要下载 App 的时候使用这个链接或代码，就可以免费获得$100的优惠券了，纯属粉丝福利哦。现在呢，我就来介绍这个小水塘的建造思路和过程。因为我这里是个家庭小菜园，但是我又想把菜园建造的既有美感又实用，所以这个小水塘呢就承担了它负责美感的重任。选的位置呢是在进入菜园的入口就能看见的地方，这是建造前的样子。选址呢是在这个棚架旁边的栏杆边上。这个位置原来有2棵大树，去年砍掉了。
根据这个位置呢，要先看需要大概多大尺寸的水塘，好去选个盆。由于这个位置地方太有限了，我只能选个小盆。看来看去，选了这个比较有自然感觉的小尺寸盆，它的容量只有65升。拿回家摆上，沿着盆的周围用花园石灰撒上一圈，作为标记。一开始我是想按照这个形状挖一个坑，把水盆嵌在坑里，但是呢，挖了半天发现太难挖了，因为底下长满了树根，挖树根可是个大工程。所以再想一想，这个盆也不是很深，不如干脆就把盆直接放在地面上好了。我来建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花坛式小水塘也不错。于是修改计划，把坑又填上了。在盆子确定好位置之后呢，用水平仪大约找一个水平。这个水平仪比较简陋哈，因为只是个大概，这个盆子的边儿也不是平的，所以水平仪本身放的也不会是太平，意思一下吧。然后在周围添上一些石头和院子里挖来的黄泥土，把水盆位置固定好。接下来我买来2卷草帘，把栏杆装饰一下。这样看起来就更有意境了。下一步做花园围边，我用的是这种木桩式的。我打算把这半边的围栏底下做一条统一风格的花园围边，但是分为2个不同的高度，这样看起来会比都是同一个高度的更有层次感。水塘这里呢，就用低一些的。另一边高一些，这样衔接就比较层次分明的感觉。围边就定好了。再下一步呢，就在水盆周围填土，把低围边这边都填上土。这些土我用的是院子里种树和种菜时挖出来的原土，还有一些花盆里的旧土，正好填到这里。在旁边高的围边里，我种了一棵石榴树苗。高的这头由于放的土比较深，而且我还打算种一些花和香草，怕埋在土里的草帘腐烂得太快，于是在草帘前面铺了一层割草布。放一些波卡西肥作为底肥，日后种什么都会长得很好。作为一个有美感的水塘，周围当然要有一些有意境的植物和装饰啦。一直很喜欢中式风格，所以首选竹子。这个位置的空间太小了，所以我最终选了这个品种的竹子。这是一个小型的竹子品种，适合种在花盆里。选一个风格一致的大花盆，放在这个角落里，还不错。种一棵中国地栽兰花，2棵长寿花，去门口的花坛里捡一些多肉，扦插过来。这个实在是太容易插了，随便一插就可以。院子里搜罗几块石头，摆上更有感觉。买一袋白色小石子铺上，剩下的倒入水塘里，在水盆里加上水。为了迎合这个风格，我特意选了竹子的喷水口。我用的是太阳能的小水泵，这个小水泵没有蓄电池，这样呢就只有在阳光足够的情况下才会流水。因为这个位置离隔壁邻居非常近，我怕晚上也有流水声的话会影响邻居休息，所以只要每天夕阳西下之后，就肯定不会有流水了。但是缺点是阴天的时候也没有流水。
这样一个小水塘基本上就建造好了。天气暖和了之后，竹子发新芽，鸟语花草香，是不是开始有意境了呢？这2只仙鹤是在澳洲当地的网站上买的，不便宜啊，$100多。我也是犹豫了半天才剁手买的。为了配合竹子嘛，寓意吉祥如意，节节高升。在旁边的高围边的花坛里，我先后种了鸢尾、小皱菊，后来夏天时还有铁线莲和小苦瓜。进入夏季之后啊，这个小水塘就越发美丽了。流水，鸟鸣，坐在旁边喝口清茶，让时间在这一刻停留，给我片刻宁静与惬意。本来想在小水塘里养几条小鱼，种几株睡莲的，但是这个水塘有点小，我怕夏天干旱时水会干掉，所以呢，暂时还没有养鱼。但是最近我发现了惊喜，看，居然有小青蛙来安家落户了，真是生活处处有惊喜呀！只要认真经营，平淡的日子也会变得多姿多彩，繁而不俗呢。这就是我建造小水塘的过程和经历，希望本片能给大家带来有用又美好的视觉体验。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造一个。如果您喜欢或者觉得有用，记得帮小厨点个赞，继续关注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频道，给您带来不一样的菜园生活。好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一期再会。